这就是真正开始这个伟大的意义，虽然可能很烂啊，这个啤酒被插先喝的，可能这就是第一期了，也许就是第一期了。对，这就是啥？你只要开始，不管多烂，这是伟大的成就。对，伟大的成就。好，那伟大的成就，我们今天聊啥呢？今天聊啥呢？聊点什么政治或者是这个深刻的话题吗 ？No， 今天有什么话题你想聊的？我就想聊一聊生活，因为我们现在在这个蒙特利尔。蒙特利尔是加拿大第2大还是第3大城市啊？说起历史，要说到哪一年？过去可能是第一大。过去是第一大，因为刚开始在这有个港口，所以蒙特利尔是非常发达的城市。就像某人说过，要聊天必须把那个城市，把那个叫啥？那个历史文化。对，历史文化就是把那个巴黎圣母院建于哪一年，建了多少年，止于哪一年，哪一天烧的都要搞清楚，要么这聊天没法聊。哇，这个说这个还真不知道啊。所以蒙特利尔你要知道哪年建的，但是大概有350年，因为去年是350年。不是350年，375年。啊，375年，375年。好，大家字幕里改一下375年的这个历史。那行了，那我们就是生活聊天，就是做。这个第一期，哎呀，意义重大，但是比较太重大了，太重大了，就是想来就来。先等一下，我摁了没？别再没录白做。我操！你看啊，说了这么久，没话说了，才1分半，还没说呢，还没开始呢。我就说，如果用法语说的话，你现在第一期你怎么支撑？对，如果用法语的话，得说好多。好，那我们后期还能计算一下，我们1分钟能说多少个法语单词？对。是，真的是。不过还好，问题不大，因为YouTube 的那个视频我看啊，高级的人做半个小时40分钟，最多40分钟，40分钟没人看了，太长了。对，是。短的人3-5分钟一期，讲小精干都问题不大。那我们刚才酒也喝了，来什么？就我们刚才喝的这个，哎呀，中国高级酒，因为在蒙特利尔也看不到啊。中国高级酒也喝了，咱们喝的茶。有个话题是作为我们内心深处，作为学语言或者是第一代移民的内心的努力而深刻的痛。我就想说一点，就是说，如果我们在蒙特利尔生活，我们就不可避免的是这个问题。甚至扩大点，就是说，在外国生活的中国人，对，如果遇到了第一代的语言问题，怎么着？是一个什么？怎么办？你说说你的困苦，或者是我就想问一下，就是这是我表哥啊，我表哥学了多久的语言和这种感受？学过一些吧，反正因为比尔需要这个就移民需要比尔的这个法语水平，所以比尔是前年过了，过了的话就说今年在学英语，就大概这么个意思。你呢学了差不多8-9个月的法语，昨天顺利毕业，对，拿到了毕业证，毕业证，毕业证不用显摆了，这是毕业证，这不是毕业证，我靠，没事，反正想办下就这个空气毕业证，到时候后期啪弄一个图在那里贴，对，然后你说一下学法语的体会，也是给不管是后来的中国人，还是说上力学语言的中国人，或者想学语言的中国人的一个经验或者一些提示。对，我觉得应该是一些经验和一些提示，因为第一点，必须要学好发音，因为在蒙特利尔你学法语，老师基本是不会教你发音的，老师还会质疑你。为什么你不会发音？这个好奇怪。你天生应该会发音。对，你应该会发音，因为你又不是个哑巴。对你学过汉语拼音，你就应该能发法语的音。这个好奇怪。这个是我需要补一句啊，刚才聊过的。对。我在这边学法语半年，1个月是1级。第1个月遇到的是埃及老师教法语的，第2个月遇到的是摩洛哥的老师教法语的，第3级的老师我靠，第3级的老师是魁北克魁瓜口音，第4级的老师是黎巴嫩的口音，每个口音都不一样。我是花了10天才慢慢听懂说了个啥，结果奇怪了，我就说这老师他妈的发音怎么每个都是不一样？当然说到他妈的，你必须我们是就这个意思。所以他为什么这样呢？就跟中国不是学
英语标准是美式或者英式的发音，怎么不一样呢？概念为什么不一样？所以我就想说一点，就是什么，哇，在中国学法语，不学任何语言的什么，第一，老师的发音特别标准。对。第二就是说，老师会教你怎样发音。对，这个就是国际音标的这个内容。对。那在这边呢，就是什么？我学了4级的法语，从0开始学到4。1级是2个月，1级是2个半月，学了4级，基本上就是1年。我在学这4级的过程中，我的老师从1级只会教你怎样发从 A 到 Z 的法语发音，然后学了很多，到学到3级的时候，老师发了一张表，然后说这是音标。这个音标是跟英语的国际音标是一样的东西吗？法语的音标，教你法语怎么发音。然后老师问我，本身这个音标上教你怎么发音了吗？没有。那怎么做呢？所以啊，老师发给我们每个人一张表，说就comprends ça，你会发这样的音吗？你会发这个音吗？所有的同学都说我不会，或者是有些中国学生比较学过嘛，就说会发一点点，但是我就说我能发全部。因为你学过吗？还是我学过，我在中国学过。就是一个单词我能写出所有怎样发这个音的音标，我能写出来。然后老师就在黑板上就会去写。比如说一个单词，比如说黑日哈德赫，黑日哈德赫，然后让你怎么去写，然后我就能写出来，黑日哈德赫。然后那别人没这概念吗？没有概念，完全没有概念。西班牙，来自没有概念，来自什么墨西哥，来自南非、南美那些学生，所以就是很大的问题，就是来自南美说 l'español 这种语言的人，西班牙语系的人，对西班牙语系的人，天生他妈的占便宜，不需要学这个东西。然后我就上去写，我能写得很对，老师都不会写，哇，这个让我很吃惊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些老师是教外国人的。结果我觉得这个老师不是说只能教南美人吧？就不要占视频位置啊。但是这个老师呢，就是教南美人的，他写的没有我对，我都可以。那可不可以这么说？这些老师他教外国学生有经验，但是对教中国学生经验欠佳。很大的欠佳，就缺少很多东西。那就等于说是中国学生历史上也少，所以他们没有研究出一套怎么教中国人的方式。对于我来说，在我学习的过程中，我是觉得是这样的，因为就在这里我学的是咖啡班，因为我是新移民嘛，所以我可以直接学咖啡班的。我的咖啡班是从0开始的，但是 COFE 吧。coffee 吧 ，coffee 对 ，coffee。我是从0开始的，但是我自己是从0开始的，但是这个学校不是从0开始的。刚开始就给我40个问题，就比如说 c'est quoi ton nom, c'est quoi prénom，就是你 quel est votre professeur 和就这种问题就开始了，然后就是说不教你任何发音，不教你任何的单词，就直接让你回答问题，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。对，有一点要特别重申一下，就是说，会说西班牙语的这些西班牙语系的这些学生呢，对，西班牙语是天生占的便宜，因为西班牙语跟法语感觉上有60-70%的单词是差球不多，这个很恐怖。所以呢，就等于说我们中国差球不多就该滋啊，好滋啊，就像我们看这个翻开日语的书啊。你能猜个50%的字都看得懂，意思对不对先不说，你起码能猜懂50%的意思。所以西班牙人是占的便宜的。结果中国人如果是从3基础、2基础、0基础开始，西班牙人就是从5级、6级的那个占的便宜来的。是这样的。对，这就很恐怖了。那么老师给你教的时候遇到什么课堂上的问题呢？特别多的问题，我觉得，比如说，对于中国人来说，就是单词的问题，单词就是完全不懂，因为这里的老师
最恐怖的一点是什么？你知道吗？最恐怖的一点是用法语教你法语。我的老师是用英语在教我英语。法语教我法语就是什么呢？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你一个法语单词不明白，他会用10个法语单词，对，他会用10句的法语给你解释的句子来给你解释这个单词。但是你10句的法语的句子来解释这个单词的同时呢，你就发现你有100个不知道的法语单词，这个很恐怖。那为什么老师他意识到这一点的原因呢？他为什么意识不到呢？这个我就不是很清楚，但是我想说一点，在我们班上，我们学习法语的速度是非常快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在我们班上80%的人是南美人。他们一看这个单词，就像我的同学，我的同桌，这个很夸张，就是什么？我的同桌已经75岁了，老师发给他一篇文章，他能看懂所有的东西。那文章大概多少字呢？文章也不多，可能就是200-300字。200-300字。但是他能看懂60-70。全是很专业的基础嘛。他法语基本没学过。法语基本没学过。但是他就是说，法语的单词和我也问过他，法语的单词和西班牙语的单词就是后缀差一点。大家都知道，法语的单词的后缀是不发音的。就直接就能看懂。西班牙语来发音吗？我不知道。西班牙语是每一个单词都发音。这样啊。每一个就是每一个字母都发音。但是他们的意思都是一样的。所以就很恐怖的一点就是，75岁的老太太，她能看懂一篇200-300字的文章60%。200-300字的文章60%-70%，她能明白，而且是什么？你知道吗？最恐怖的一点，它是医学专用的一些名词。你说这篇文章是一个专业文章是吧？是一个专业的医学文章。我只能看懂10%，我就傻了，我就问他，你都能看得懂吗？他说哇，太轻松了，我都能看得懂。So easy， 我靠！再快吗？太恐怖了。我跟你说一个我的经验啊，曾经在村里面，在俄罗斯一个村里面，早期的时候很有意思，就是说，如果一个外国人不懂得怎么教外语给我们的时候啊，他们就觉得这个词你应该懂，所以他用一大堆别的词来解释，这是一种方式。其实他不知道那一大堆词里面有很多词你不懂。对。第二种就是什么？我遇到一个老头在大街上，他说 Sovietsky Soyuz， 现在翻译来讲就是苏联的事，叫苏联 Sovietsky Soyuz。当时我不知道，我说谁？我说это что Sovietsky Soyuz？他就Sovietsky Soyuz。我说这什么？我说这什么？这什么意思？他就 Sovietsky Soyuz， 他就是用慢和大的声音重复，他以为这一招就能明白，因为他完全忘记了我是个中国人，或者我是个外国人，他以为我是一个当地的小孩一样，只不过就说快了可能听不懂，或者声音小没听懂，其实根本不是这个概念。所以很多老师如果有这个状态就完蛋了，因为他根本不懂，外国学生不是听不清或者太快听不懂，不是，是完全不一样的体系。对，我一直就是说，从1级到4级，我想说的一点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什么呢？就是说你用法语去教法语是什么概念呢？就是从一个孩子开始教。对，孩子是什么时候开始说话呢？可能是从3岁，可能2-3岁开始说话。但一个孩子，你这样教他到4-5岁，他能说很多东西。对，但是他能跟你讨论医学吗？讨论不了。他能跟你讨论政治吗？不能。他能跟你讨论怎样找工作吗？不能。他知识点、知识量没有。这很奇怪吗？对。然后我在学习的过程中是什么？我知道我有很多单词我可以查嘛，我可以查到很多单词是什么意思，就是中国人的单词是什么意思，就是法语单词到中国是什么意思，但是组成一句话，我就是不明白什么意思。这个问题是我们学语言经常遇到的。对呀，就是每个单词貌似不是貌似啊，就意思都知道，组合在一起到底这个什么意思？对，理解的很困难。对，这个我的概念是啥？我遇到很多的情况，就是单词都知道，说完以后大家哈哈笑，我就不明白。这里面有2个问题，一个是他那个
动词短语结合有别的意思啊，对，所以我们不知道。嗯，第二个是什么？他们说的这个典故、这个历史、这个事件，我们没经历，对，就跟我们说的一样的。对，所以我们说一个，所以我们国内说一个，比如说一个，啥我也不知道啊，就哎呀，刻舟求剑，对，刻舟求剑，好吧，刻舟求剑了，刻舟求剑，啥意思？刻，对，明白，当舟船，然后求对得到，想得到，剑，好，这是啥意思？啥意思？不明白，不知道，就不知道说掉到河里有这么个典故，根本你不讲就不明白，所以这就是文化不同而导致的不理解。对，所以为什么外国脱口秀英语的、法语的听，我们不觉得很好笑？对，有时候他那个有汉语翻译，甚至是语言我们也听得懂，但为什么不好笑？没有文化背景。对，这是对的，这没问题。你都不知道这个内容是什么，你都不知道这个故事是什么，你怎么会发笑呢？这个很奇。那么现在这样的问题提出来了，或者问题你觉得说明确了吗？说完了吗？因为什么？因为时间差不多，这一期要结束。好吧，第一期要结束，好，你重复下一期来。对，那你最后重复一下这一期的遇到的问题是啥？遇到问题就是什么？就是说法语对于中国来说，第一是很难，第二就是语言逻辑不一样，第三就是说我知道每个单词的意思，但是组合到一起，可能我就不知道。对，可能典故是什么的。再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就是什么？老师这边的老师就根本不知道中国学生的困难在哪里，困难他不知道。对，这是个很大的问题。他也许教多了对西班牙语系的人，对，所以他觉得很简单。我这么一做，就像中国人教这个日语一样，咔这么一写，大概念才明白。但他不知道中国人的意思。对，中国人为什么困难？我就想说一点啊，最后一点就是什么？中国人说话很简单，意义很深刻，但是法语我靠。我每次翻译一个句子，中国字就是几个，但是法语能翻译可能3、4行，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，就是整个逻辑不一样，而且我觉得法语就是太啰嗦，这样太啰嗦。这个可能是所有外语的通病。像所有翻译的书里面，汉语一句的，当然不说文化，不说那些诗歌，不说那些文言文啊，对，就说文字的翻译，比如说那些世界名著的翻译里面，汉语都是半篇，英语1篇半。法语也是，俄语更恐怖，因为俄语是最长单词的，对，更长。就是说我凭我的感觉是这样的，英语呢，比如说我们的汉语是半篇，英语翻译1篇，法语得翻1篇半，俄语得翻2篇，就这个比例。所以这个东西，所以呢，我们就说，下期我们就来说一些实质的问题，比如说法语中的 kick 勿动，该怎么用？塞瓜，我 kick 勿动，哇动，我一直不会用，动啊，太恐怖了。那行吧，那成了法语教学了。对呀，说了这么多，下一期再聊吧。我看多少分钟了？18分钟。18分钟太多了，我们要剪一剪。好，那就这样了，拜拜。